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占卜主题是你的事业未来及走向的分析与觉察。请大家根据屏幕前的3个选择，根据你的直觉来做出选择。请把事业有成这4个字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短视频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单击牌面做出选择。好，那我们在进行了选择之后呢，首先来进行白子选择的解读。第一个问题，你心中渴望且适合你的角色是什么？那我们用2个6方阵来进行觉察和筛查。我们来看这个6方阵啊。从这个牌阵的信息来看呢，其实你在外表上啊是一个非常谦逊和低调的人，懂得尊重前辈看起来呢，也知道先来后到，不会表现得趾高气扬和咄咄逼人。但这只是你表面的样子，你内心的骨子里呢，其实是自有一番志向的，是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展翅高飞，能够把这些你看不惯的东西啊，通通抛在脑后直冲云霄。到那个时候啊，那你能够挥动翅膀在天空尽情的翱翔，这是你心中真正所钟情和快意的志向所在。那只是相对于这个相对高远的美好愿景来说呢，你现在的能力和才华还稍显薄弱，它撑不起你这么高远的志向。所以呢，目前你的阶段是处于羽翼未丰的阶段，还是在泥土里蛰伏，把自己的锋芒隐藏起来，懂得韬光养晦。所以你的一表一里表现的还是蛮成熟的，懂得当进则进，当止则止。那你是一个拥有这样一个知进退素质的人呢？那什么样的工作环境适合你这样的人呢？那恰恰是那种挑战性比较强的行业。这种工作的环境能够创造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每天都有新的活力和挑战。你是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包括你的同事，你也希望他们能够充满着冒险精神，喜欢迎接未知的挑战。有点像那个动漫里边的海贼王这样的一个热血团队，每天呢都是新的，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压力收获，还有战胜困难之后这种巨大的成就感。所以你们都是一群喜欢迎接挑战的灵魂那这样的团队，这样的环境和同事那它使得你的能力会有一个飞速的增长。所以你渴望的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熔炉是一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在这个炼丹炉里，会到达你的一个极限的温度可能这个温度再加2度，马上就不行了但是你就是要体会这种过山车一样的刺激就要到达那种极限前进一步就升天了，退后一步就是深渊。你喜欢这种感觉？有点像翼装飞行的那个冒险家。那从这个行业信息来看呢，满足这种条件的行业其实是那种高竞争力、高压的行业，充满冒险性，并且竞争性特别强，甚至可能是末位淘汰制包括销售性商务公关这种类型的行业，或者是那种完全陌生的挑战性的行业所谓的职业死亡率很高的这种行业，恰恰是你如鱼得水的地方。那你的骨子里是喜欢挑战职场上包括自己能力上的生死极限的，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也是这样一个不甘于平庸而挑战自己极限的冒险角色。好，我们再来看第2个6方阵。从这个6方阵呢，可以看出你对工作环境的适应性那相对于传统的国企这种文化来说
讲究先来后到，讲究前辈尊老爱幼，讲究秩序井然，论资排辈儿。在这个环境里啊，你也会放得下身段但是呢，这并不是你最想要和最适合你。真正适合你的，还是那种带有外企色彩的、国际文化色彩的、竞争非常激烈的，而且是充分给你自由、充分放权、给你发挥空间的这样一个事业环境。那你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一条龙，把你放在浅滩里啊，真的是委屈你了。那你适合的这种位置啊，如果你自己创业的话嘛，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啊有点可惜。如果你自己创业，白手起家呢，也会成为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你过得轻轻松松吧，至少达到平均水平不成问题。但是呢，相对于你本身的潜力和能力上限而言呢，这还远远不够。所以在这里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最好选择一家大的平台或者企业去选择求职的路线，在这个大的平台里，把自己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再去考虑自己创业，再去考虑独霸一方。所以在前期呢，先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平台，可以承载你的冒险性和你的能力，和开阔你的视野。相对于这个创业和求职的选择呀，如果你选择自由职业的话，恐怕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那样对你来说呀，泯然众人了。你的能力还有你的冒险精神，最好有一个平台去支持你，可以把你的优秀品质放大，把你的成功能量放大很多倍。如果你只是选择一个人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呀，或者说独立的制作人呐，那你的这种能量啊，它会衰减一些。所以呢，在这里你特别要注意的是，最好选择一个大的平台，一个看起来相对稳固、自由、开放的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去实现你的梦想。你就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真的是略有矛盾气息的，但是充满冒险精神的角色。只要给你一个好的机会和立足点，你会打开一片天地的。那从这个三角阵，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不适合的环境，或者说你不适合的职业能量场是什么？从这个阵法中的信息来看呀，你不喜欢和那种老气横秋的同事和前辈打交道。在你眼里啊，哎呀，他们简直都是化石，你真的跟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身上的这种陈旧、保守和弱点呀，令你无法忍受。你是更喜欢直来直去，有一说一，喜欢有什么说什么，看到什么就去改变，直面问题，实事求是。你是这样的一个类型。所以呢，你如果到一个不适合你的环境里啊，你往往就成了一个另类吧，或者是一个意见分子啊。你的这种自然的或者你认为没有什么的表达，往往会冲击到别人和冲击到这个环境。那只能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需要去反观和自省，你是不是去错了地方？你在一个不该展现真实声音和看法的地方去展现自己，那这就是一场悲哀。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啊，你的主要障碍要素之一呢，是你的这种真实的个性很容易绽放而冲击到别人。另外呢，还有一点呢，你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求真务实。对于那种过于宏观和务虚的这种事物啊，你可能把握起来不是很感冒，或者说天生的不擅长。你是适合在一个局部做一个冒险家，一步一步的来丰满自己，而不是一开始
就在一个完全务虚的一个立足点上去发挥自己，不要这样。这是关于第二个问题的信息啊，你不适合什么能量场，你应该选择远离。第三个问题，目前你的事业现状，从这个四角阵来看呢，目前你的事业啊陷入一个极大的瓶颈期，这个瓶颈期对你来说，是蛮难过的，日子不好过。它到了一个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抉择关头吧。与其这样温水煮青蛙，那不如去寻求改变。那目前作为你来说呀，你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人，你从来不缺决断力，所以在这种变革的紧要关头，你可以有充分的自信去相信自己的选择，该要做出改变的时候，绝不会心慈手软，绝不会妥协和犹豫，这是你天生与生俱来的一个天赋啊。但同时也要注意，你的短处，也在于此。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有时候会陷于冲动的境地，可能一个决定，你过于自信，没有好好考虑，这样的这个事情啊，你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要把握一个度，不能过度自信。凡事呢，先想一想，然后立刻做出决断。特别要注意的是，目前对于你的事业现状想要突破的话呀，你需要在自己的格局上下一些功夫，在思想深处要做出一个抉择和了断，放下自己以前认为很珍视的东西。可能在你的心中，你认为你所持有的或者所执着的那个东西是不可动摇的，甚至是你的核心原动力和根基。离了它呢，你就不成其为你自己了。但你要知道啊，任何事情都是动态发展的，尤其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在变化。可能当年你所认为的真理，到今天到了现在这个环境已经不够用了，你也需要对自己的内在系统啊进行蜕变和升级，要不然这个老程序跟不上现实的发展了。那你现在应该从内心深处去反观一下，是什么卡住了你？你内心的一个放不下的一个卡点，在妨碍着你前进的脚步。当你把握住它，并且突破它，把它放下，那可以说就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那个时候，你的格局还有你对事业的认知就会更上一层。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啊，现在通过这个六方阵对你的事业未来进行筛查。那从这个棋谱上的信息来看呀，未来呢，你的事业发展是一个盘整期。什么叫盘整期呢？就是如果你想更上一层楼的话呀，并不是狂飙猛进，因为原来的那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阴极生阳，动极思静。这时候的你啊，恰恰是应该停下来，当外界受到阻碍或者遇到一个障碍的时候啊，恰恰应该停下来，找出原因，来扎扎实实的解决问题，这样才是你更上一层楼最快捷的通道。道德经里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起者不立，跨者不行。有时候你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呀，就容易留下破绽，给自己留下一个崩塌的隐患。所以出现问题不可怕，有了这些卡点，看到了是好事情。只有看到了，我们才能更好的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你说对吗？那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现在你应该老老实实的练内功，把基本盘做牢，不要想着再去扩大这个事业的规模了，而是先想着怎样先立于不败。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想着怎样活下去。这个活下去有很多种解释。那目前咱们这里所说的，真正的要想长久活下去啊，那你应该适当的停下来，弥补自己的弱点，好好的看一看该做哪些功课。那目前来看呀，你的事业啊，积压着很多问题。这个问题积压到一定程度了，需要有一个释放和整理。如果总是这样一直往前硬走的话，
会代价很大。那这个提升的机会呢，也不是没有，但相对于所谓外在的这种机缘来说呀，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在的改变。其实你没有必要现在去外面去找人啊，或者去找一些外力去来提升。你现在最直接的就是应该练内功，解决问题。那目前呢，提升的机缘呢，当你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它会给你，恰恰是你所需要的那个能量的支持。当你觉得哎呀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机缘会出现，你只需要擦亮眼睛。那从时间线来看呢，近期的1到2年是你事业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期，这个时间不能再长了。如果再长，这个时间窗口就错过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想尽一切办法去抓紧突破。如果拖到时间过长的话，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从时间来说，1年以内虽然勉强，但是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突围，去做出决断。2年是最后的时间底线。好，那我们来进行一个小结。那目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相关信息啊，那其实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虽然现在你面临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但是这并不可怕。这条路是有希望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你现在就是要有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就是不要给自己留后路，而且是要向自己开刀，向自己开炮，不要再想着延续以前的东西，是到了彻底改变和向过去的自己彻底发生一个决裂的这么一个大动作的时候了。你的决断力啊，应该用在这里。这个过程呢不好受，但是作为事业上的一个冒险家呀，这个代价或者说这个小关口对你来说其实不算什么。每一个冒险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处于一个阵痛期，并且呢在困境中，在这种艰难中去忍耐，去完成这个转化的过程。只要完成这个转化，那最终你会走上一片金光大道的，没有问题。你是一个天生的事业冒险家。好，接下来我们进行黑子的解读。选择这颗黑子的朋友们啊，你们听好了。第一个问题是你心中渴望且适合的角色是什么？那我们来看2个6方阵啊。先来看第一个，从这个阵法中的信息来看呢，你不是一个安心过小日子的人，内心呢还是蛮有格局的，希望啊做一些大事情，能够做一些大格局的事情。所以呢你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有天赋的啊，你天生是有人格魅力的，自带光环效应，所以走到哪里呢都有一种气场，这种气场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好运。这个气场呢也可以说是一种王者气场啊，这是潜伏在你内心深处的，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那从外表来看呢，你可能是一个看起来蛮大度的人，小事呢不和人家计较，所以这也是一种人格魅力和形象魅力。那你心中所渴望的一种理想的工作氛围是什么呢？是比较人本主义的那种啊，以人为本，把工作者的感受啊，还有状态放在第一位的，是比较尊重人性的那种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或者说你认为比较理想的环境，大家都是比较轻松快乐然后呢没有那么多矛盾和内斗啊，能够各司其职，能够人尽其才，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一个比较极致的状态不管这个能力大小，总之呢这个氛围很和谐，这个团队也很和谐，人力资源上能够达到最好的配置。
那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那你所适合的这个行业角色呢，是那种和人打交道比较多的行业。就还是那句话，你的人格魅力和这种交际的能力呀，这种笼络人心的能力是你的特长和杀手锏。所以在这种崇尚人际关系和合作氛围、以人为本的团队和行业里边呢，你会如鱼得水。而且这种行业呢，包括这种氛围呢，又不是那种特别竞争激烈的，还是稍带传统气质的。就是竞争不很激烈，同时压力也不是很大，大家不是很焦虑，而相对来说每个人活得都很安稳，做起工作来呢也都是比较沉稳，整个这个能量场是比较健康和正向的。所以这是你心中比较理想的一个行业氛围或者说工作环境。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六方阵。如果你是在那种比较封闭式的或者说竞争激烈的这种环境里边，对你的消耗是比较大的。你可能只能够保证自己不死，但是要想做出比较理想的成绩来难度会大很多。这就好比你是在天上飞的鸟，如果你跑到水里，那肯定不是你的擅长。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更适合选择那种比较开放、比较 open，崇尚人际关系，并且提倡和谐，不是鼓励那种过度竞争的团队氛围。你要找到这样一个氛围，那你就会如鱼得水了。那同理那你这种类型的人呢，如果去搞创业呀，创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在你没有做好实权的准备的条件下，你不要轻易尝试，要不然恐怕得不偿失，可能现实和你的理想会差距比较大。那包括这种一个人单干的自由职业者那可能没人管你，但是你做起来这个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那你最适合你的是进行这种人际关系互动的这种传统式的坐班方式。这种方式呢，它没有太大的压力，又能够发挥你和人交往的特长，能够把你人际关系的这种魅力全方位的展示出来，是你最佳的选择。那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那你不适合什么样的环境和同事？那这个三角阵中所呈现的信息是虽然你很擅长搞人际关系，但是你不喜欢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过于逢迎，或者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这种做法，你不喜欢。你更多的还是喜欢那种真诚的和人搞好关系，而不是两面三刀。那你对于这个背后的这种对你流言蜚语或者对你下刀的人呢，其实不是办法很多，颇有些无奈。有时候你身边往往有一些小人，或者说看你不顺眼的人这样攻击你，来骚扰你，让你是不胜其烦。这是你的一个可以说是弱点吧，或者是一个主要的障碍要素，也是你需要面对的课题。那这一关呢，你要过。有时候你不能过于相信和关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对待所谓的阴暗面和丑陋的一面，你也要有耐心和有这种防御力去勇敢的战斗，不要被他们干扰。那对于这种正能量和负能量的信息的消化和平衡，是你的一个课题。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把人际关系这个大的能量管道处理好，能发挥出你真正的影响力。所以这是你目前的主要课题，对待小人如何去解决和面对。那从这个四角阵我们来解读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的事业现状。目前呢，你的事业现状处于一个被压抑的状态，其实蛮难受的。不过呢，这种状况不会持久，人不可能一直倒霉，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一定会走出这个困局。这取决于你的主观努力。刚才我们说了
在面对小人攻击这个问题上，你是有弱点的。那同时呢，你也有长项，你的长项是，很善于学习，包括也很善于和前辈啊搞好关系，和对你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达成一个很和谐的状态，这是你比较好的天赋。但同时呢，也要注意，另一方面，你不要做无谓的冒险。有时候啊，你对待很多事情过于乐观和积极，步子呢迈得太大，或者这个跟人交往的热情啊，这个一下子烧到了，比如说70-80度就可以了，你会烧到90度，有时候过犹不及。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实践中慢慢的去调理这个火候，找到一个中庸之道。你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面对攻击呀、流言蜚语，包括背后中伤的时候啊，不要失去理智，不要去丧失自己的原则，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啊，不要去陷入和小人互咬互殴的频道，那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当忍的时候要忍，越是难的时候越是要咬紧牙关。以你的这种水平和能力啊，这一关。第4个问题啊，我们用这个4方阵来看一看你未来的事业发展如何呢？从这个阵法来看呀，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恭喜恭喜啊！虽然现在眼前遇到一些小麻烦，看似呢被一些所谓的负面事件啊，或者一些阻力裹住了前行的脚步，但是不远的将来，你一定会冲破这道封锁线，能够像一只鸟儿一样啊，直插云端。所以前景是非常好的，提升的机会呢，也是非常的明显。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一定是可以说是风雷激荡啊，一定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那时候你只需要做出一个决断就可以了。那现在的你呢？是一个特殊时期，在那个大事件、大机缘到来之前呢，你还是要蛰伏一段时间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和一些你所不愿意面对的人，或者你看的不是很顺眼的人去讨价还价，去跟他们周旋啊，去给他们利益的筹码，去进行一些你可能不是很舒服的资源交换，这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又是必须要做的。那这里你要知道啊，帮助你提升的人呢，你不要抱有过多的期望。未来你的提升更多的是大势和整体的一个机缘，而不是某一个人。所以呢，当某一个人对你说，我能够对你怎么样的时候，你心里首先要给自己一个定海神针，不要轻易的被人家勾走，不要轻易的对他抱有过高的期望。很多的事情它只是表面上的一说，并不会实质的有所作为，而你的真正的事业的大运，一定是大势所趋，并不是寄托在1-2个人的身上的。所以在这方面你尽管放宽心好了。那从时间线来看呀，这个4方阵所呈现的信息啊，你的这个事业突破期真的不远了。3个月之内呢，可能是若隐若现啊，这个还不是很明显，不好说。但是半年之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机和改变，你的整个的运势开始起，会更上一层楼。所以这个6个月是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到是6个月到1年之间这个样子，这一段是黄金期。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你要集中精力，要运作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把握好自己的能量，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时间窗口。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你整体事业信息的一个小结和建议。这个3角阵在向你传达几个重要的方面。你在事业突破的时候，尤其是事业上升的期的时候啊，切记不要盲目的冒险，不要盲目的把希望寄托在某一条线、某一个人的身上，不要盲目的轻信某些人对你的承诺。
你在经营关系或者开拓机会之前，一定要比较谨慎的投石问路，要细心的观察，要听听对方的反馈和他真正为你所做的实际情况到底有多少，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去稳步的推进，而不是盲目的押宝。越是在短暂的困难期呀，越是要保持住定力，不要轻易把自己许诺出去，把自己关键的资源或者说最核心的期望去交托给看起来还不了解的人，一定不要这样做。所以刚才咱们也觉察了，你的事业在3到6个月之内啊，会有一个明显的转机，到1年之内呢，会有一个腾飞。所以你只需要去做好自己该做的，去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就好了。那你的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好的。祝福选择了黑白棋子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这条线索的解读。我们用2个6方阵来解读第一个问题：你心中渴望且适合你的角色是什么？那从棋谱中的信息可以看出啊，从外表看来啊，其实你是蛮适合于谈判和博弈的这样一个人。真的理性起来的时候啊，会很理性，懂得呢什么时候该退让，什么时候该进取。在面对利益的这种拉锯战的时候啊，也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虽然你擅长于此道啊，尤其是在外表看，但其实呢，这也并不是你内心真正希望成为的样子。因为整天陷在这些你来我往的利益争端里啊，并不是你所追求、所想要的，甚至是有些厌倦，而且感到很疲惫。这种生活方式啊，它没法满足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成就感和真正的需求。骨子里呢，其实你是一个很保守和很本分的人，不希望把事情啊搞得这么复杂。希望呢成为一个那种大巧若拙的这样一种境界啊。其实你骨子里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历史上的传统文化的那些人，就是做死功夫、做钝功夫的那些人，不想这些花里胡哨的歪歪肠子，不想玩这么多手段和技巧。但真正了解你的人呢，其实未必能看到这一层啊。可能在他们看来，你就是一个，蛮理性啊，蛮善于博弈啊，很善于这个很精明，很善于谈判的这样一个人，以为这就是你的专业能力，但其实呢，不是的。那包括呢，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你最理想或者说最希望的一个环境，还是希望简单一点。这个环境不要这么脏，不要这么复杂。就是这个商务环境或者这个行业环境，你其实不希望这样尔虞我诈、互相伤害，也不希望大家都活在这种焦虑中，孤注一掷，有今天没明天这种心态啊。你在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片净土，你也希望在更高的角度啊，来看待你所做的工作和行业，希望找到更深一层的价值。这是你内心深处的一个潜藏的种子，只是没有被发现出来。那其实你所适合的这个行业呀，是那种有比较高的文化内涵或者说是社会价值的这种行业，这个是比较适合你或者你所追求的这个东西，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利益之争、利益争端。那这种行业，不仅仅能够发挥你表面上的这种理性谈判和攻守博弈的这种才能啊，更多的呢，应该满足人的很多精神层面乃至社会责任层面的问题，能够调动每个人内在的这个很多素养啊和能力。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一个氛围，那是最适合你的。其实你内心的追求还是蛮高远的，只是这种高雅或者说高远，在周围没有人能够领略到和理解，所以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孤单、很孤独。那我们来看第2个6方阵啊，
这个阵呢，其实更深一步的给了你一个坐标。那在这种传统和开放的文化属性中啊，其实你呢是一个带有另类色彩的人，就无论是传统型的，保守型的文化，还是那种开放冒险性质的文化呀，都未必100%的能够给你提供一个舒适的空间，或者能达到你的诉求和标准。你对工作和事业的标准的要求真的是蛮高的。那可以看出呢，传统的这种求职啊，这种方式啊，其实不适合你。司空见惯的这种坐班的方式呢，会让你觉得生活很虚无，很没有价值和意义，会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这种传统的自由职业者这种方式呢，包括这种就是一个人就是做专业技术呢，也不是说完全能发挥你的才能。目前你最适合的方式啊，其实是创业，能够自己打出一片天地，真正创造你自己的理想国。因为外面的这些环境啊，都没法达到你的要求，可能那些条条框框别人能忍受得了，那些各种现象啊，别人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沧浪之水嘛，清晰浊兮，但是你有自己的一个审美标准，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意思，所以，其实你更多的是应该把自己内在的这种力量活出来，这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内心的声音。你不是属于某一个传统的组织，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两种文化对你来说其实差别不大，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都不是决定因素。真正决定因素的还是要你去追求你自己的那片理想的空间，活出你自己想活的那个样子。那目前来说，创业是视野之内最佳的选择。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不适合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要素限制着你？那从这个三角阵中啊，可以看出，其实你对这种尔虞我诈的这种利益之争啊，不是特别感兴趣。你更多的是那种佛系的风格，喜欢把很多关系变得简单，把复杂的利益争端简单化，这是你的一种能力哈。但是呢，这种能力如果是超出了它本有的限度呢，就会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就是在一片丛林法则中啊，过于佛系。这是你的本心的东西，但是如果它用错了地方，或者说它的比例变得过多了，超出了它本来的样子的，它反而变成了过犹不及的东西。所以尽管你很内心深处你很潇洒，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想过生活，不希望搞得这么复杂，但是呢，有时候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啊，你去创业，你去跟人打交道，还是不得不动用这些手段。那这就是看你对自己的一个，你是否能够驾驭你内心的这种复杂，是否能够看到这种复杂的争端背后它的所谓的阴暗面，你是否能够超越它，甚至包容它。所以有时候过于去怎么说呢？过于想刻意的去做自己，超过了这个限度的话，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偏颇。所以有时候建议你啊，不要太佛系，适当的呢，还是要保留一些你看起来的那些阴影，因为阳光之下嘛，就会有阴影，有阳光的地方就阴影，除非没有了阳光，也就没有了影，这两者呢还是共生的。所以在心中啊，多一份黑白的包容吧。所以之所以你选择了黑白棋子，可能冥冥之中也有这一层的频率意识吧。好，我们来用这个四角阵啊来看第三个问题，关于你的事业现状。你的事业现状是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一个状态哈。可能你想奋力一搏，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一片天地哈。但是呢，
这并不是靠激情和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它其实应该是调整你内心深处的某一种能量状态。所以这种奋力一搏的状态啊，无助于你事业的改变，不需要去拼，反而应该静下来，把这种对立的东西消融。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啊，对你的事业进展会更有益处。其实呢，你本身是一个特别善于大事化小、化繁为简的人呐，你能够把复杂的利益争端简单化，这是你的长处。但是有时候你面对这种复杂的关系啊，有时候也容易陷进去。当这个选择和参考的坐标太多的时候啊，也会感到眼花，会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啊。其实你现在在事业突破上啊，应该注意的是简化，不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而且呢，要注意利益的分配，更多的是把利益分给别人，把盘子做大，而不是去开拓新的一个蛋糕或者业务，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合作共赢这个点位上。这是关于你事业现状的一个筛查和自我的一个建议吧。那再来看第4个问题啊，关于你事业未来的一个觉察。从这个6方阵可以看出啊，未来呢，你的事业其实是蛮轻松的啊，会走出一片天地。从创业的这个角度，你会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比较安宁的乐土，能够让你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呀，去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但是呢，在这之前，你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期，或者说是一个震荡期。这个震荡期对你来说是一个考验，你需要去克服一些难关。这个过程啊，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受，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都是所有成就事业者必须要经历。那你需要做的呢，就是要去好好的观察、学习和体悟行业和你身边的成功的经验和人，学习他们身边的长处，把他们的长处转化为你的感悟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呢，外援所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大，就是所谓外面的机会，包括可能天降贵人这种概率啊，对你来说不重要。你真正的改变还是把真正的经验和智慧掌握到你自己的身上，能够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你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条道路，并不需要太多的依赖别人和仰仗别人，因为这是你的这条道路的特性，这也是你内在那个力量的一种独特的风格。那么从时间线来说呢，你事业起飞和转折的关键时刻呀，是在第6个月到1年之间这个周期。近几个月呢，可能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啊，要有一段的蛰伏期。但是当度过了3个月以上的时候啊，这个转机开始出现，会有一个明显的转机。在整个的运势上和机缘上，你会感到自己事业的改变。这个改变的生发点开始之后呢，会有你施展自己能力的空间了。那这个阶段呢是比较愉快的，也是你展示实力的时候。所以经过这个短短的1年之内，你会有一个翻身仗。这个未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最后呢，一点总结建议啊，对之前所有信息的一点小结。你真的是一个蛮有力量的人，并且你身上的这种天赋和才华呢，相当于易经的阴和阳这种关系，看似对立，但实际上呢是统一，在2种矛盾中呢，去摩擦出很多独特的火花，以至于会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道路。所以你在这条路的过程中啊，当转机没有出现的时候，当你仍然需要学习和蛰伏的时候呢，就要把自己放低，要让自己的能量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当转机出现的时候呢，你需要把握住机会，把自己内心真正的力量展现出来，发挥你的影响力。这个时候不要有任何犹豫，你的这个特色就是
在阴和阳两种能量之间自由的切换。所以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在别人看来这是两种性质，对你来说你觉得没有什么呀，并不难啊，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在这种两个频道之间的自由切换，看似两极之间的切换。所以这是一种独特的品质，这也是你独特的才华。这种品质会一直伴随着你事业的前行。祝福你。